男嘉宾小希24岁，来自石家庄，婚庆主持；女嘉宾小雨25岁，来自沧州，是一名培训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好像也是因为承诺这点事儿闹的意见，对不对？差不多吧。差不多。谁说？你说啊，姑娘。就是他本来一开始我们俩就是一所学校的嘛，我比他大一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俩毕业了以后，然后他就跟我说，是你毕业还是他毕业？我们俩一届毕业。啊？因为我是专科，他是本科。哦，嗨。刚毕业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让我那个留在石家庄，因为那个时候我爸我妈已经在那个我们老家是沧州的啊，已经在沧州给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特别希望让我回去。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跟我甜言蜜语说，你留在石家庄吧，我以后一定能给你一个特别完美、特别温馨的家。然后我就为了他留在了石家庄。然后结果现在什么都不作数了，就到了结婚这个时候了，他又不跟我结婚了。我当时跟他求婚的时候，他没答应我，就是刚毕业的时候，我也跟他说过结婚这事儿。还求过婚？然后我那个时候能答应吗？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拿什么结婚呀？所以说嘛，现在再看这个问题，觉得那时候很幼稚嘛。你那个时候幼稚，你现在就不幼稚了吗？你现在依然很幼稚。你现在这个观点就很成熟了嘛？你想那个时候咱俩什么也没有，那但是现在呢？现在虽然说咱俩都有工作，但是我的工作也不稳定啊。我现在连你都养不起，我怎么成这个家？咱俩结了婚之后，我让你跟我受一辈子苦吗？那你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时候你觉得你稳定了？什么时候你给我一个数吧，行吗？我本来就比你大1岁。关键是他现在想结婚都已经想疯了。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事来说，前一阵子，那是他突然跟我说那个咱叫朋友们一块出来吃个饭吧。然后我寻思着也是，因为好长时间都没见了，然后我就说答应了，然后当天晚上就叫出来了嘛。啊。所有朋友们在一块吃饭，当时吃完饭了也喝了点酒。然后朋友们说咱们做做游戏歇一会儿，对吧？我说行。然后有人提议说玩这个真心话大冒险，我说那就玩呗。所以我玩着我有一把我就输了嘛。输了之后朋友们有一个提议的说我想看你跟他求婚。我寻思那愿赌服输那就求呗。然后我就跟他求了。我刚求完，然后后头有4、5个吧朋友拿那个易拉响，就是一拧就可以喷出花的那种东西啊。后头砰砰砰4、5下就开始响哈，我当时都给我震懵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啊。然后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跟所有朋友都商量好的，就搞一个这个吃完饭之后给他求婚这个仪式。我不是要给你惊喜吗？你那是惊喜吗？那惊喜应该你跟他求啊，你让他。我比较传统，因为我觉得就是应该。您这还传？对。我当时就觉得，就那么多人在一个。那他答应了吗？他答应了啊，他是答应了。然后你说，哎，这是玩游戏是吧？我没说，我没办法，我那个时候弄的，我就跟个猴一样让别人耍，我特别无奈。还有什么想疯的事？哎，多了去了。就拿那件事来说啊，因为我这人工作比较忙，然后我回来之后这个钱什么的我就存在卡里了，一般卡我就放在他那儿啊。然后那天回来之后我急着用钱，我去银行取钱去，我一看卡里一下少了1万多，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那天钱也没取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人家才给我坦白，人说我花了1万多买了一对结婚戒指。我买那对戒指有错吗？你跟我商量了吗？是这么回事，主任。我那天正好上着网呢，就是看见那对戒指，我就一下子就特别喜欢那对戒指，我就想，我这辈子结婚肯定要用那对戒指结婚，我就给买下来了。而且那个戒指那天是有活动，而且是秒杀，我就坐那儿一上午什么都没干，我就光盯着那戒指抢的戒指了。然后你就替我把这个权利就先行使。你还想给谁行使啊？我不是说给谁行使，你做什么事儿你从来都不跟我商量，这个事儿咱俩商量商量。我怎么跟你商量呀？秒杀，大哥，知道啥叫秒杀？行，我懂了。秒杀，你现在就希望这个婚礼也秒杀是吧？对，问题是他最后还把那戒指给我退了，特别气人。那我不退，我没有钱，我去找谁借钱啊？1万多呢？你说戒指重要还是这生意重要？说实话，也不是说生意重要，我当时也是，我挺生气的。哎，没事儿，这个不留心的时候总说点小真话，咱们开诚布公的说吧。这姑娘是不是因为你承诺人家，所以人家留在石家庄的？对。那你们现在应该是在一起生活，对吧？嗯，我听这意思是吧？对。觉得怎么样啊？他人挺好的，其实，他对我也挺好的。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开心吗？幸福吗？挺开心，只要不提这个，他现在老要求现在马上结婚啊，就不让提这个，只要不说结婚这点的事儿，你觉得他都没问题是吧？对，但是他老给我压力，就是不光说他自己说老给我提结婚这个事儿，他撺掇我爸我妈。我没有。那天这么个事，我下班回家我挺晚的回去了，
回去之后，我爸就跟我说把人家爸妈叫过来，说一块吃个饭。我也没多想，我说行，我就答应了。然后过2天我把爸妈接过来了，接过来之后一块吃饭的时候，在饭店嘛，就是他们几个除了我之外，就每个人都在说结婚的事儿。我从头到尾我都不知道咋回事，最后连日子也定了，饭店也定了，婚礼流程什么全定了。定日子了？定了。那就结吧。他不跟我结。但是我现在结了婚，我真的对他很不负责。你现在就对他负责吗？我跟他结完婚之后，我让他幸福不了一辈子。你跟他在一起幸福吗？挺幸福的。你大声说嘛，你跟他在一起幸福吗？幸福。可是这是目前的幸福啊！结完婚之后肯定得要孩子，就算我不想要，你也不想要，那爸妈那边得催啊。那肚子长我身上，我不想生，那谁能让我生啊？不是你光说这话，到时候就不是这样的事儿了。爸妈一催，这孩子绝对生。你结不结这婚吧？啊？结不结？因为就像结婚这个事儿，从头到尾人家自己设计的这个买戒指也好啊，这些事儿从来没有跟我商量过。我特别担心将来结完婚之后，他还是这样自作主，我比较怕。哎，他黏你吗？黏。喜欢他黏着你吗？有的时候挺喜欢的。啊，那现在这个双方父母都见了面，这日子也定好了是吧？定的5月1号。你今天想来干嘛？翻盘？我觉得现在我真的完全没有做好准备，解铃还须系铃人，对吧？你要说跟我爸妈商量商量，咱这个婚期往后推迟，我不是说不娶你，只是说现在真的不到时候，我真的承担不起了这个责任。好，小伙子，你大概觉得什么时候娶她合适？2年到3年。还能等2到3年再嫁吗？订婚宴钱都交了。婚宴的钱都交了？哎呀，退回来吧。不退。退不了啊，兄弟，怎么办？麻烦了。哎，你还爱他吗？我爱他。你爱他？那你担心的是？说实话，我就是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的事情，他老是替我做主，然后从来不跟我商量。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在家里说呢？说我没准备好啊。我跟他说了，他不听。跟你父母说呀。因为我从小比较听他们的话，我觉得跟父母商量这个事儿，让他们有点太操心了。那你今天来干嘛呀？我就是想看看能不能就调解一下，要是能推迟婚期的话，真的要不能推迟呢？那我觉得2个人就没有必要在一起了，他催得太狠了。姑娘，怎么办啊？我就是想跟他结婚，我们俩在一块都5年多了。你们可以先把证领了，不办事儿嘛。对呀，我也跟他说过，我说，因为这个事儿怎么说啊？只要一领了证，我就怕爸妈那边绝对催着要孩子。只要这孩子一要，以后2个人事业根本就没法干了。哦。我不希望说是头头是道，都是理由哈。要孩子这事儿，他们逼不了你吧？这个真的不好说。这个绝对逼不了你。因为我不希望说结完婚之后再为这个孩子这个事儿一家人再闹得不愉快，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哎，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伙子，你觉得是爱情重要，还是自由重要？爱情。为了爱情可以牺牲自由是吗？可以。是婚姻重要，还是自由重要？婚姻。为了婚姻可以牺牲自由是吗？可以。你回答我这2个问题回答的毫不犹豫，但是刚才回答赵川提问的时候，你的答案跟这个答案是完全相反的。我觉得你没想好，你起码没有认真的想，你就说了答案。刚才你说那句话我吓一跳。对，如果非要结婚的话怎么样？如果调解不成的话怎么样？那是不是可以考虑不在一起？姑娘，你听到了？他虽然说爱情重要、婚姻重要，都比自由重要，但是到真正选的时候，他可能跑。他承认他爱你，但是他对你的爱或者对婚姻的恐惧，未必就强过了他对自由的渴望。你们俩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们俩差不多同龄，但是你比他成熟，起码在婚姻爱情上，或者说成家立业上，你比他至少成熟5年，早熟5年。你还犯了一个大错误，求婚这事儿不能被别人算计，结婚这事儿也不能被逼迫说你赶紧娶我，我不得不娶。凡事正常着来很有意思，被逼着来就很没劲了。而你就在做一个逼着他干的事儿，没意思了，这事儿就。我觉得你再这样逼他下去的话，结果就一个，就算他娶了你，我就说不跑娶了你，
他的心也未必在这个婚姻里。为什么要这么快结婚？源于你心里极度的没有安全感。结婚证就可以换回你的安全感吗？为什么要结婚？结婚绝不是强迫，一定是双方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自由交出来，要两个人在一起，享受两个人在一起受到约束的那种感觉。你有，他有吗？你了解他吗？你知道他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就从刚才他说的所有那些细节就可以表现出来。从小一定是听父母的，现在还是听父母的，根本就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而缺乏独立判断，也缺乏一种成熟的见解。我不太清楚你是否是他的最爱，但至少他不愿意跟你现在这么快结婚，就说明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你看到的，所以你才有不安全感，所以才要着急跟他结婚，一步一步在导演着一出戏。但是不好意思，主角他根本就不愿意演这出戏，太傻了。再往下走一步，你损失的不是那一顿婚宴的钱，而是你一生的幸福，同时也绑架了他，他会怨恨你的。我敢断言，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还是要跟他5一要结婚的话，他一定会从，因为他父母也有压力，但是从的心不甘情不愿，而且会怨恨你。先解决你们俩之间的问题，你为什么有这么深的不安全感？你为什么不想这么快跟他结婚？别说孩子的事情，那应该自己独立去思考问题，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幸福自己来判断，并且自己把握。你觉得这女孩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要直接的跟她说，你也不能怕，不能躲啊！当初是我承诺了什么什么，让你留在了我身边，现在又是我一步一步的配合你演戏得到的这个结果，我就不敢认错了。但是这样会酿成越来越大的错。所以说，一定不要马上结婚，自己独立的判断一件事儿吧，因为结婚是每个人的终身大事儿。你要这个都做不了主的话，你根本就不算一个男人啊。好吗？你们俩好好聊聊，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但是确定一点是说，一定不要那么快结婚，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接下来我问你几个问题，我希望你能够摸着良心告诉我。第一个问题，你此时此刻是不愿结婚，还是不愿跟他结婚？我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结婚。紧接着第二个问题，你想过结婚吗？我想过。想吗？也想，但是现在。我是说你想吗？想结婚吗？想。也想，但不愿意，是这个意思吧？3种情况，如果第一，他是不愿意跟你结婚，二话别说，待会儿就走，说明他还不愿意放弃将来的自由。婚姻是双方自动自愿的放弃彼此的自由，建立在希望的一种幸福。如果一个人他还不愿意放弃这种自由，或者是放弃将来的未可知，他不愿意跟你结婚，那你什么都别说，保持自己的自尊走。第二种，就是他不愿意此时此刻结婚，但是他又想，他很为难。他不是不想结婚，他也想过结婚带来的快乐，但是他也想过结婚可能带来他不能承受的东西，所以他心里很矛盾，他又想，他又不敢。这种男人，你给他一定时间，一定要让他心甘情愿的把希望战胜了压力，那个时候结婚才叫水到渠成。如果现在他的负面完全是超乎于他的正面，他是建立在一种悲观的情绪上，那么这种婚姻不会有希望，你不得不给他时间。现在的婚姻基本上出现2种态度，要么就是太草率，啊，我们结婚吧，说领马上就领了，但事实上领了证之后，不管是操办酒席、带孩子，还是装修房子，全都是父母干的，他们自己什么都没干，他们只是负责领了个证，这太草率。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在婚前有恐惧症，他觉得自己无法成熟到可以承受家庭的重担，但是心里他又很想。那么像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是可以适当的给他一定的方式，给他一定的时间。
当然还有第3种，就是玩弄感情的。经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认为他属于第2种，他矛盾，他不是不想结，他也想结，也想得到婚姻之后预期的快乐，但是他现在没有这样的勇气。我认为人不管是结婚还是当爸爸当妈妈，首先得有长时间的3年4年的一种期待感，有期待感他才会慎重，他在真正履行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才会认真。有些没有准备好做爸爸妈妈的人，突然之间做了爸爸妈妈，他往往履行不好。恰恰是3、4年，你有了这样的期待，在这种矛盾和挣扎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战胜自己，他才会珍惜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定的时间。如果你等得起的话，那是你对将来幸福婚姻应该付出的代价。明白吗？我没看错你吧？我说的应该是你内心深处的话吧？我也相信你不是个骗子。就这样。男生的坦诚是挺好的，可是我觉得你坦诚晚了。你的坦诚应该是面对你父母的坦诚。如果说有瑕疵的话，在这儿，是你要跟你父母说，我绝不结婚现在，而不是把这个姑娘置于这么被动的一个境地里。其实这事儿谁难堪？这姑娘最难堪，对吧？所以如果她答应了，我建议这个烂摊子应该你出面去收拾，对不对？因为你造成的嘛。而且你还得去人家姑娘家好好的跟人父母说说，什么原因？我们这儿都好理解，但是对于女生的父母来说是非常难理解的，他们害怕你辜负了他们的女儿。所以我倒觉得，借这个机会，你们俩深度的沟通一次，一起进入黄金60秒。回去吧，姑娘，回吧。请关门。哎，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究竟是什么。这出来是怎么个意思，小伙子？就是女生算是同意说咱们5一先不结了，是吧？是这意思吧？啊？我想听听他的意思。哦，你啥意思？出来？其实我也不是说，其实我真的挺爱你的，你对我的好我都知道，只是说有的时候可能被你的自作主张有点气昏头了。
不过我心里你是最重要的。我也是最重要的。这样啊，咱们先把接不接的这事儿放在一边儿，回家再商量去。求婚，你要不愿意，今天你可以不求，我绝不勉强你。你要愿意求，那是你发自内心的，我们可没给你设套啊。我愿意。你愿意求婚，发自内心的。好，为了解决姑娘心里的疙瘩和你心里的疙瘩，我再重复一遍，我们这个求婚仪式是指从今天开始，不管我们过去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风风雨雨，我们从今天开始要以结婚为目的的去爱、去交往。理解这个求婚的含义了？理解。我不想给你那么大的压力，那个大决定要你们回去之后，你们俩先商量一个共通的，然后去跟双方父母说，好吗？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谢谢。谢谢。好，我还有一句广告词，姑娘，要保湿，易背湿啊！你看你都知道了，你要嫌这碍事儿，我可以先帮他拿着。啊，这挺碍事儿的，万一要热烈的表达，这还挺碍事儿啊！接下来让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神圣的时刻吧，各位请见证。亲爱的，咱俩在一起5年了，我知道可能有很多事情我理解不了你，你也理解不了我，不过没有关系，我将来娶的人一定是你，绝对不会是别人。我爱你。